子如此劳累，于是，在某天晚上，父亲决意为家人做出牺牲的一步。父亲对小寡说，自己将与政府同流合污，在黑市上售卖给老百姓的种子。身为正直的人，父亲本来不愿做这种下三滥的做法，但是为家人的隐瞒住，父亲不能自己挣不到钱。不久后，小马回到父亲办的客栈，拉还在小马之前，他说带着自己回的一个电话和小马一起离开。小马也上了一个波澜，他肩上责任太重，以前吴京因为情情爱爱，所以对于拉海如今的约会请求也表示了拒绝。第一个，今天做什么？不好意思，今天要睡觉。明天做什么？我5个小时洗一次。我是怕出问题，所以我是。
计算图的生变，哪有什么活动的声音码，哪有什么对的消除，就是放肆的让大的因子，让别人算钱，让自己有谁独有的价值和想象图档。一人计算为自己之前，也得让自己少吃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个维度上，吴亦凡反而在原地踏步，其中一个微妙的变化就是基础的变化，除了鄙视链和代言人的基本改变，吴亦凡的策略将其有点思辨，比如用大碗翻面就作诗作曲，虽然高看法不可悲，但本质上是一次低头，偶像是要自己为难的。才说为什么死活不低头？为什么不是说鹿晗参加跑男的代感巨大？你可以去看鹿晗那些小新闻照，都是因为你得装逼，你卖的就是这玩笑，这是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依旧是表面上，再深入一层，就是围了资本这层安全链。如果吴亦凡依旧有大资本不会灰色反出贷，这个资本利益成立里有成龙、纪教母以及华谊内票的制造权这样的老江湖势约着他，情况其实会好一些。这国公开起来合作，大家圈里声不了，说好像又
平均下来年前落到每个人头上，2024年每个人每年有1140美元，2015年每人每年有1297美元，平均每天是3.2美元和3.5美元。要知道，在美国，一瓶可乐的价格质量变高，这点钱甚至不够美国军官在食堂里的早饭钱。但剩下的钱从哪里来呢？那自然是抢劫后的军官和失业的业员津贴喽。军官知道条款上说，只要算不对了，大部分美国陆军军人都不在食堂里吃，相信阿明肯定不对。你说的没错，就是大部分美国陆军的士兵都不在食堂里面吃饭，但是在预算文件里面，美军会根据上一年在食堂吃饭的人数，预估下一年在食堂吃饭的人数。2016年这个数字是69275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没问题。那么问题来了，美国陆军45人现役军人，按照美军的说法，差不多7万人是食堂，其他人是什么呢？咱们再退一步，早餐你可以说是在家里吃，晚餐你也可以说是在家里吃，那么午餐呢？美国陆军可不是说学校，中午花费起过2个小时，饭店甚至会延迟到2个半小时以上，可以用在用在国家吃家里面做的。美军呢？美军一般用神圣的90分钟来形容，一般11点从训练场地带回，然后回宿舍看下墙上的装备，再去吃饭，第二餐再换上床上的装备，1点钟就开始下午训练。那么问题来了，你不住在军营，得不吃午饭吗？但是你要说你要我减肥，一天就吃1顿饭还是减肥餐？美国陆军少吃1顿怎么了？就我可能给你个大拇哥了。这是军队啊，与其强度是高中的再高档行业了，高强度体力劳动。根据美军的 ATP 文件2022的4月版，不过信息守则内容是这么规定的：一个士兵战斗负重平均应该在60到80磅之间，进场的负重平均应该在80到100磅之间，所有的衣服和装备，无论是穿的还是携带的，紧急进入负荷平均是在100到125磅之间，达到57公斤。那么训练到最轻的计算，最长17到36公斤的装备在训练场上挂满一整天，可以不吃午餐，吃成一天沿路不亚于北格当汉堡、福建香肠、给你就近马工人捐物业无糖地址的健康沙拉。而且说句地道，美军这个10分90分钟，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享受的，有相当大一部分美军甚至会出现一种名为消失的午休。按照美军的说法，这些人采用灵活的午休方式，具体怎么灵活呢？共计午休15分钟，连吃食堂的时间都没有了，得买3明治，最终算把午餐吃了，可远了。但是不过美军他想吃食堂，能不能吃到食堂？食堂大概是不怎么欢迎美元吃的，原因很简单，美军这套食堂运行的逻辑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理论上用于后续士兵采购的 EAS 购买可以不用了。根据 military.com 的网站的报标，2024年美国陆军11座军事基地里面累计强制购买了2.25亿美元，但是2.25亿美元的购买中，大概有68%理论上应该用于士兵采购的资金被挪用了，实际上用来给士兵买菜的钱只有7400万美元。情况最好的阿拉斯加理查森堡收了750万美元，实际用了400万美元，分了46.67%，那差不多一半的买菜钱没了。而重问题一点的，比如索尼亚州的斯库尔特堡基地收了1700万美元，实际用了210万美元，87.65%的钱不翼而飞。科罗拉多州卡斯堡基地2200万美元，实际用了500万美元，77.27%的资金不翼而飞。各位还记得军方之前说的美国陆军食堂的运行逻辑吗？美国国会拨钱，提供初始运行资金，然后再通过士兵的食堂期间购买的方式实现资金回笼。现在回笼的资金没了，于是乎食堂直接没钱买菜了。美国陆军的伙食直接就变成了开 KTV，先提前预定一下，觉得不吃了，没有了，后爬拉墙，跳过这一段。以下的东西就是美国人他吃的东西，他是这样、这样和这样，还有这样的。能吃到还算好的，甚至于说美军能在爆发里公然的列出德克萨斯州的卡瓦川堡基地，也就是美军毛派第7师的主体，在这个夏天大部分时间里都没办法正常维持餐饮服务。这个食堂里只有2个台湾，是一个难以找到食物。科罗拉多州卡斯堡基地不厌其烦的食物短缺的问题，一个士兵一顿饭就是鱼片吐司和一些马肉。对了，科罗拉多州卡斯堡基地是美军毛派师第4步兵师的驻地，作为一名美帝和选数字化步兵师，他们的士兵都是这玩意儿。各位要知道，通常一个中体力活的劳动者，一天消失的热量大约是3300大卡，而像这样平常活着87到36公斤重的高飞的人，在科罗拉多州的夏天进行一整天的高强度训练的热量需求，甚至会达到4000大卡乃至5000大卡都是有可能的。而按照1天2.5计算，一餐的摄入量至少需要达到1300大卡，极端一点，一餐的摄入量甚至能达到2000大卡级别，大概是这样的。而美军的这个玩意儿，充其量只有到300卡，都很少。我反正我没看出来。我应该是不是，因为我玩的是。
优质政治机构怎么定义表示不安全呢？这个标准高不高呢？至于我的结论是通过调查中6个问题存在的数量来统计的。这6个问题分别是：你的家庭或个人生育数量很低，而且没有起来买更多的食品；你的家庭或个人负担不起养均衡的膳食。注意啊，在美国的家庭问题的语境里，膳食均衡可不是各位所理解的大鱼大肉吃的太多，而是指的一方面搜混合之类其他矿物质品来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热量摄入。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有没有因为缺钱而进行饭店或者直接减少热量？这种因为缺钱导致的年盘发生平均是多少？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你是否曾因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品而导致吃的更少？以及在过去12个月里面，你是否曾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买到食物而感到饥饿？在这6个问题中，只有回答两个是才会被定义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对两个全算，而回答其中一个是可能被定义为边缘粮食安全问题。
策走的，政策是跟着国家走的。世界和平年代不需要太难，看到这点就。就在上个月，2年一度的托管理事会换届大会正式召开，用时不到3分钟，比2年前又快了接近1分钟，刷新了个人最佳纪录。新主席当场缺席，马绍尔代表远程建国，可谓是会满国的。正所谓记录年年暮，山河日日新，殖民者未尽，黎庶苦悲心。今天是多委会第2000次会议，这么齐齐整整的数字也没人去调动，一种非常简单，通过议程选举加3%。英国代表把气消为就这样决定，实际上台下是无人反对，台下人几乎不认同，空荡荡的会场里只有5个代表的大眼瞪小脸。实际上，托管理事会在历史上主要是为了管理前殖民地，看着这些前殖民地过得怎么样，打发他们去得利。所以设立上最后一说由3类国家组成 ，A 类是殖民地的公国 ，B 类是没有殖民地的正常 ，C 类是大会选举出来的其他没有殖民地的国家。要求数量上 A 等于 B 加 C， 实现有殖民地的和没有殖民地的国家数量一致。1994年最后一个 A 托管领土汉劳图无力建国了 ，A 等于0 ，B 等于5 ，C 总不能是负，所以就只有5个 B 类国家在这里唠嗑了。你说美国会员用6个拳头没把这个最没用的会打，那是员工告诉我。1970年后，只有英国和法国参选托管理事会的正副主席一职，所以就直接变成了交替轮换。说实话，托管理事会的主席选举竞争强度应该是所有机构里最低的。热烈祝贺，但根本没人鼓掌，都在想着什么时候下来去吃饭。更抽象的是，新主席根本自己都没来。原先呢，每天还有个主席和副主席发完后尾，然后主席接着主持的环节，今年直接省略了。托管理事会21世纪经过没讨论过这个问题了。然而马绍尔群岛不知道为啥突然给托管理事会写了一封信，然后英国代表根本不想把这破事反过，直接传给了能都没完的法国人。然而传人改了，马绍尔到底说了什么？由于托管理事会根本没管，到现在2年了，我们都没能看到这场会议纪要。马绍尔他的信也没有公开，甚至尝试通过选派也没有拿到。我甚至怀疑这封信根本就没有分发给我的代表。好在今年马绍尔当总统跑到联大议院去了发言之后提了一句，要来托管理事会看核试验问题，美国就搞明白了。跑这个事儿呢，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个爱好和平、支持环保的国家，核试验这种污染环境的事情，肯定不能再自产，所以干脆放在太平洋干，也算产业转移，支持当地科技发展了。所以自1946年开始，美国在太平洋总共搞了快20年的核试验，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马绍尔群岛。在马绍尔群岛进行的核试验的当量总额占美国所有核试验的80%，遭到了老多对应。其中1950年的报告最为离谱，当时美国人测试氢弹把当量算错了，预计是600万吨 TNT 当量，实际上是1500万吨。这啥概念？大概就是广岛的一颗小男孩的1000倍以上。很多附近居民根本没有被疏散，纷纷中招，甚至连一艘路过的日本渔船都遭到了。当然，美国人也是很负责任的，花了几百万美元，然后按这个数字，平均每位受害者能拿到几百刀子。那么在当时，马绍尔群岛就曾经请求托管理会停止在该国进行的核试验，然而扛下荷兰状告本官，托管理事会都成为议事国，所以马绍尔群岛现在希望托管理事会道歉并且善后。当然，如果美国能把钱赔了就更好了。当然，这事儿特朗普是不答应的，中国也不懒得管你啊。毕竟马绍尔群岛当年和中国断交，去跟台湾建交，现在还没复交呢。英国和法国也没少在太平洋搞核试验，估计只有俄罗斯有可能来出这个头了。但俄罗斯不是台啊，所以不行的。主席悄然退休，这才会就是2年时间了。不过话说回来，昨天的话终于到对托管理事会接过一下这个访问地的多元机构，当然这也就别老多了。其实托管理事会几乎已经死了，但由于宪章敏感，由于法律规定，就只好继续做为人采访。然而，虽然看上去殖民时代已经结束，殖民主义的苦却仍然在影响许多国家。这里何时能到来呢？我们不得而知。感谢各位，我是小军，我们下期再见。叙利亚再一次是一个文化、经济和思想上的灯塔。Hello，大家好，我是小军，欢迎收看9月1日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大吉，希望各位选手马上进入。1个多月没做会议之后，来源取得之后，好说可以真没啥有意思了，但今年这场还真不一样。首先是叙利亚终于开全面停火，现在随着开始和新的一大批新人入场，人员节奏大变。正所谓烽烟间歇，古城春，焦土残卷，诉求沉，但盼和平重入境，繁华再续，梦成真。On 30 January, a ceasefire and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was announced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nd the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This agreement also included provision on the return of displaced and civil and educational rights for Syrian Kurds. 欢迎的个人卫士联盟局长叙利亚事务所，各位别得了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派个2把手呢？因为原来的叙利亚就是盖尔比的最退休了，现在2把手就是代理1把手。科尔德律师是意大利人，会讲英语、法语、意大利和阿拉伯语，硕士读的是阿拉伯研究，长期在中东搞人权工作，说实话是非常够格的。So far, hostilities have ended, and work on an implementation plan has been progressing in a positive manner. 稍微补充一下背景知识，叙利亚战打了10年，非常混乱。首先是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代表了政府军势力，美国支持的是占据美国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但这里面有土耳其人，所以土耳其和他们也有冲突。土耳其支持的是所谓的叙利亚国民军，最后没想到被大家共同认定为同父祖的沙姆解放组织一身不起，直接把大马士革打开了。阿萨德当场掏武器头，朱拉伊粉末子场换了个爱大爱的沙拉名字，当上总统了，然后迅速采取西化政策打压保守势力。现在安理会也解除对他的制裁了，也许给特朗普普京拜过码头了，眼看着是把江山过了，人才。Still in the south, Israeli incursions and search operations have continued. There are reports of aerial spraying of herbicide by Israel causing damage to crops and pastures. 以色列是不是往周边国家的领土上撒剧毒除草剂啊？这是否构成化学武器袭击啊？恐怕都还问。Basic services are gradually resuming. Damaged infrastructure is being repaired. We've organized over 170 truck movements in 14 convoys. 必杀冒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跟筹资与外联司司长美国人。联合国除了作为会议史上将来承担，还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人道援助。More than 3 million refugees and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have returned to their home area.
其他的朋友要不就去你的宝宝，反正早上我就忙，早上还有，今天他
反正你实在不想，也就是要不就算了吧。男的啥也不说了，要不就算了吧。